2026年之前已基本完成了向区域架构升级，而传统品牌也将加速转型，有望在2027年到2030年实现进一步的智能化水平。北美市场除了特斯拉、Rivian 等少数电动车品牌进度领先之外，传统车企普遍滞后，而欧洲仅有宝马、沃尔沃处于第一梯队，大多数 OEM 的技术落地节奏相对较慢。日韩市场虽然正在推进中央计算和 SDV 的战略落地，但真正可见的成果预计要到2028年之后开始显现。在电动化与智能化两条赛道实现同步领跑，也直接推动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根据我们今年1月份发布的车用半导体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市场芯片消耗持续攀升的原因主要如下：纯电车的3电系统催生海量的功率半导体需求。另外，过去几年高端车型在座舱、支架、舒适性方面进行不断的升级，也增加了电子的含量。进入2024年之后，终端电动车成为销量主力，庞大的基本盘进一步放大了整体的需求。第二张图是中高阶智驾也显著拉升了芯片的用量，从 L2 的自动驾驶升级到 L2 加。不管在传感器、算力还是存储的需求，都会带来将近3到4倍的单车芯片价值的提升。第三张图，区域化的电子电气架构，因为需要更强大的中央计算以及区域控制器，芯片集成度和用量大幅度上涨，成为单车半导体价值提升的最重要的推手。以上3点的叠加，按照轻型车产地来看，2024年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2024年之前可以看到中国、欧洲、北美还有日韩市场单车芯片的价值拉开差距并不大，而在2024年之后，中国会加速整个单车的芯片的价值与日韩等地拉开较大的差距。基于以上趋势，我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汽车半导体消费量将占据全球的将近43%。在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带来了2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更强的议价能力，规模效应将持续推动车规芯片价格走低。全球供应商把中国作为第一战略阵地，更积极地完善本地生态与供给。在中国市场，无论是高阶的这个辅助驾驶，还是 L3、L4 自动驾驶，市场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和我们国内这个先进算法的快速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可以表现出，随着这个大模型的优化和一些比如说端到端 VLA 和事件模型等这个先进技术的这个运用，消费者的体验是成了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也就是经历了过去几年从可用再到好用，再到让用户产生信任和情感依赖，这个我觉得就提供给我们这个消费者一些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系统对于随着这个大模型的上车，尤其是端到端算法在车端的部署，系统对于算力的需求就呈现出指数级的这个增长。我们右边这个柱状图展现了我们数据对于中国自动驾驶预控制器整体的这个芯片的这个装载量是持续的增长，但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增长最多的还是我们这边看到是500 TOPS 以上的这样一个支架芯片。那我这边大概的给它画了一个范围，也就是200 TOPS 以上会更适合这个车端大模型的这个部署。